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为你读书。今天想跟大家聊个有点复杂的话题。这几天呢，一直在读《亲密的谎言》第2章，突然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。我们好像都知道被欺骗很痛苦，对吧？但为什么总是在明知道对方可能说谎的时候，还是会怎么说呢？有一种想去相信的冲动。《亲密谎言》的作者苏珊，在书里写了一些控制的手段。我一开始觉得，哎呀，这些套路也太明显了吧？但仔细想想，我自己好像也算了，待会儿慢慢说。今天呢，我想试着梳理一下这章里让我印象深刻的几个片段。当然不是要给出什么建议啊，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想想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咱们先读一段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段话。书里是这样写的：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，男性否认自己说过谎的方式通常有：你没亲眼看见，你没亲耳听到，你不了解背后的原因。说谎者使你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，要么自我否定，要么坚持质疑，让关系陷入危机。读到这里，我就想啊，为什么证据在关系里就变得这么的脆弱了呢？书里还有一个例子，诺拉发现了她老公钱包里呢有一张特别陌生的电话纸条，然后她就去问她老公，结果她老公反问她：你凭什么翻我钱包？诺拉就开始怀疑自己了。这个场景熟悉不熟悉？我当时就想，如果这发生在法庭上，或者任何一个正常的场景下，翻钱包发现可疑物证应该是很合理的质疑啊。但在亲密关系里头，好像规则就变了。可能是因为我们太在意关系和谐这个东西了，还是说我不太确定，但感觉像是有一种默认的期待，就是我们不应该相互怀疑。你有过类似的经历吗？就是明明发现了什么，但对方一句话就能让你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，那种感觉很奇怪，像是你的现实突然变得不可靠了。我想到了一个可能的应对方式，虽然不确定有没有用啊。如果下次遇到这种情况，也许可以试着把事实和我们的感受给分开来说。比如说，我看到了这张纸条，这是事实，对吧？我感觉有一点担心，这是说我的感受。我希望你能给我解释一下，这是需求。这样可能不容易被带偏到你为什么翻我钱包的这种话题上去。不过我也不知道关系里的事情吧，它总是比理论复杂很多。大家有什么想法，欢迎留言一下，我也想听听不同的声音。咱们继续读，还有一段。凯西和诺拉都陷入了男性的认错陷阱，他们反复经历着从震惊到愤怒，到原谅，到怀抱期待，再到发现下一个谎言后的万念俱灰的过程。单纯的承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这段话让我想起了很多的事情，好像我错了这3个字有种种神奇的力量，这样很多的争论呢，它能让很多的争论瞬间平息。凯西的丈夫戴维总是乱花钱，被发现后就说我错了，以后一定改，然后凯西就原谅了，结果下次还是一样。这个场景是不是也非常非常熟悉？我就在想，为什么我错了会这么的有效呢？是不是因为它给了我们一种问题已经被承认，所以呢即将被解决的一种错觉？就像看到一个人承认自己迷路了，你就会本能的觉得他很快就能找到正确的方向，但实际上承认问题和解决问题它是2回事，对不对？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朋友答应帮忙，但总是忘记，每次道歉都很诚恳，你就想哎呀这次应该不会了吧，结果呢你懂的。这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，我们是不是太容易被态度迷惑了？就是说
只要对方表现出认错的态度，我们就觉得事情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书里其实作者还说了一段话，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，就是如果真的想判断一个人是否在改变，也许应该是看行为而不是言语。比如故事里边的戴维，他如果真的想改变花钱的习惯的话，他会主动的把信用卡给他老婆，或者是设置消费提醒来管理自己的消费行为，而不是只跟他老婆说我错了，我一定会改。当然，这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，我们有权利要求别人用行动去证明吗？这会不会太苛刻了呢？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复杂，既不想被空头的支票空头的承诺去骗，也不想变成一个不信任任何人的人。那你们是怎么平衡的呢？我还想给大家再读一段话，是这样子的：如果你不离开我，我怎么会去喝酒？我当然知道这根本就是他的借口，可我还是忍不住自责起来，说服对方为自己的行为背黑锅。读到这里，我停顿了很久，因为明知道这是借口，但还是会自责，这种感受特别的真实。咱们继续读。戴维酗酒，却说是因为老婆离开了他。凯西明知道这是甩锅，但还是忍不住想，是不是我真的不该搬出去？这是书里边讲的一个故事，但是这也让我想到了很多类似的场景，比如说朋友的考试没考好，就说都怪你昨天拉我出去玩；同事的工作没有做完，然后说都怪某某某没有配合好。我们好像都有一种倾向，就是当别人把责任推给我们的时候，都会本能的去反思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。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？也许是因为我们从小就会被教育要反省自己，要3日反省，3省5身等等等，还是说这种自我怀疑本身就是人的天性呢？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很微妙的区别，就是承认自己在关系中的责任和承担别人选择的后果，其实这是2回事儿。比如说，凯西选择离开，可能确实给了她丈夫一定的压力，但丈夫选择用酗酒来应对压力，这是他自己的决定。凯西要为离开这个行为负责，但不应该为丈夫酗酒负责。但在现实中呢，这个界限好像很难划清。我又想到了一个可能的有用的回应方式：你的选择是你自己做的，我不会为你的错误负责。当然，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，做起来有点难，尤其是当对方是你很在乎的人的时候，会更加的难。我想，也许关键是应该先去说服自己吧，就是在心里明确，我可以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但我不能，也不应该为别人的选择去负责。不过我也在想，这样子会不会让我们变得特别的冷漠了呢？关系中好像适度的责任感应该是健康的吧？这个边界到底在哪里？我还在想，大家有什么样的相似的体会，也可以分享一下。聊了这么多，我发现自己对这些控制术的理解其实还是很浅的。你比如说，为什么有些人特别容易被这些手段影响，而有些人就比较的能够保持清醒呢？是性格问题还是经历的问题呢？还有，作为被控制的一方，我们除了识别这些模式，还能做些什么呢？光是知道这是控制术光是知道这是控制术好像还不够吧。最重要的是，如何在保护自己的同时，还能不失去对他人的信任和同理心呢？这个平衡点又在哪里呢？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在实际的关系中慢慢体会和调整。当然，理论很重要，经验可能更加的重要。
下次想跟大家聊聊亲密谎言第3章，关于说谎者的思维方式。也许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，能帮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这整个的过程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耐心。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者是类似的经历，欢迎留言，我们一起慢慢想。